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强哥，好久不见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本期视频我们来讲一下币安杠杆与合约的区别，合约与杠杆背后的真相到底有哪些不同。首先我们要梳理一下杠杆的交易逻辑以及杠杆在实际的交易的顺序，我们在交易杠杆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那么如果我们要去做多爱达币，也就是 ADA 对应的 USDT 应该怎么样的去操作。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去借币去交易，对不对？我们既然想去做多爱达币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去借对应的 USDT， 因为我们只有借了更多的这个 USDT 才能去买到更多的爱达币，因为只有爱达币大幅的上涨后，如我们所料的爱达币在上涨之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爱达币卖掉，再换来什么大量的 USDT， 此刻我们再把我们借来的这个 USDT 还掉，因为我们是借的，那就会产生利息，那再把我们的利息也还掉了，剩下的才是我们所赚的净利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做币安杠杆交易的时候，它的本质上就是交易的人是现货，所以它的手续费和现货是一致的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里现货跟杠杆它的手续费都是 0.075 啊，它们都是一样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币安杠杆里面的利息它到底是怎么流转的。因为我们做杠杆的时候啊，其实是要去跟币安借钱来进行操作的，因为是借的，所以一定就有利息的产生，那我们就要支付利息给币安，对不对？那么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有我们的一个普通用户在币安上面存钱，当然这里也可以存 USDT， 也可以存比特币，也可以存爱达币，也可以存其他的各种的币哦。存进去之后呢，就相当于存到了币安整个汇总的一个大池子里面。如果你要在币安里面去借币开杠杆的话，你就要从这个池子里面去借，借完之后呢，你就要支付利息到这个池子里面。那这个利息呢，再由币安支付给存币的这个用户。那么币安这里面承担的角色呢，它就是一个裁决者，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以防你的资不抵债。比如说你现在持有的仓位马上就要低于你的这个借币的这个仓位了，马上就要资不抵债了，币安这个时候他就会介入，他就赶紧让你离场，然后把钱给人家原封不动的还回去。币安保护的是这个出借方，而不是介入方，所以他并不会等到你100%亏完了过后他才会介入，他会等你亏到 95% 或者是 97%、98%他就介入了，你还没有亏完就把东西给你拿走了，就让你直接就平仓掉了。这个道理我相信小伙伴们一看就明白啊，也是很能理解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币安杠杆里面几个核心的特性啊。首先第一个，我们做币安杠杆的时候，它顶多就让我们开的是最高10倍，一般大家都是用2倍、3倍、5倍，基本上是最高了，当然它最高不会超过10倍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需要支付利息，如果借出的 USDT 来做多的话，我们以这个爱达币这个交易对来做举例，那么借出的 USDT 呢，当然是用来买这个爱达币的，所以我们预测的爱达币涨，如果你是借的爱达币，其实你目的是用来做空的，因为你首先要卖掉我们这个爱达币，把爱达币卖成 USDT， 再用这些钱来买爱达币，再把它还上，所以你借的爱达币是用来做空的。那我们下一个特性呢，也就是交易的地方它是发生在现货市场哦，所以它的手续费跟现货是一样的，1/1000
即泰戈尔千分之一。当然这个是按持仓量来算的，所以币安杠杆也称为现货杠杆哦。当然了，这个是因为我们是借的，肯定是什么需要支付高额的借币利息哦。还有一个优点呢，就是没有活跃市场的资金费率，这个量很小啊，我们小伙伴们可以忽略掉。那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币安杠杆跟币安的活跃到底有什么区别。首先杠杆的倍数的方面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币安活跃呢最高可以开到125倍。接下来最重要的是活跃市场跟现货市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。现货交易的对象是这个实实在在的货，活跃交易的对象呢仅仅是货物的价格，预测价格的大小。比如说我买了这个货放到我自己钱包里面，我把我钱包里面的这个货来卖掉，再换成真钱放到我的钱包里面，它都是真货的，它就是这么一个交易的对象和流转的过程。而活跃的交易对象它并不是货物。你比如说我们做多这个活跃，或者是做空活跃，不管你是做多还是做空的活跃，你手里没有这个实际的像现货的一样一个货物，它只是对价格的一个预测大小。所以活跃它是一个衍生品市场。什么叫衍生品呢？它就是基于现货延伸而来的这么一个市场，只对现有的货物价格做预测，而并没有实际的把货物买到家里，或者是把家里的货物卖出去，这么一个流转流程。所以它的手续费呢也是不一样的。币安的现货杠杆呢，手续费是迈克尔千分之一，泰戈尔千分之一。那币安的活跃手续费呢是迈克尔2/1000，泰戈尔的5/5。但是这里尤其要重点注意一点啊，它都是按持仓量来算的。比如说你用100块钱的本金去做多做空，活跃开了100倍的杠杆，那么此刻你的持仓量是1万块钱，不是100块钱的本金啊。所以你最终的手续费呢是用这个1万块钱最大的数量去乘以2/1000。所以这个地方千万不要搞混了，不是说用你这个本金100块钱去乘以这个2/1000，是你乘完杠杆之后的那个数来乘以2/1000来计算手续费。那么同时币安活跃是因为没有存在借货的哦，所以呢它就是没有一个借币的一个利息，它是不需要付利息的。但是币安活跃呢它是有资金汇率的，当资金汇率为正的时候，做多的人支付给做空的人，当资金汇率为负的时候，做空的人支付给做多的人。接下来有一个核心最重要的啊，能够保命的观点，就是千万不要高于5倍的杠杆去交易。如果你高杠杆会有什么缺点？比如说你在做这个爱达币做多的话，但是你在做多的过程中呢，如果你用了高杠杆的话，你在这根针的时候，那这个下半部分呢，这根红线这个地方，如果是你的爆仓线，如果一旦插到你的爆仓线的话，那你的仓位呢就完全没有了。哪怕就是后面它要涨上去，跟你也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你在爆仓线的时候，你这个仓位就没有了。所以对于用户来讲是特别不公平的，只需要一瞬间就阻打你的爆仓线，那么你就会爆仓，你这个仓位呢就没有了。哪怕你最后再赚回去，跟你也没有关系。我们最担心的呢就是这种情况啊，而这种情况在币圈呢也是特别容易发生的啊，因为绝大部分的人交易都是小品种，哪怕是比特币也会存在所谓的插针情况啊。我相信最近这一周拉高拉低，小伙伴们都有目共睹的啊，可能白天拉个几个小时，晚上一针插下来就抱得体无完肤的。而且很多人呢特别喜欢什么追求刺激，很多人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啊，他也会在活跃这个地方把这个杠杆倍数直接拉到最大125倍。实际上比特币当日1小时的波动或者15分钟的一个小波动都是足够大了，你没办法在短期内预测比特币
任意的波动，你只能在稍微长的一个时间维度里面去预测一个比特币的波动。比如说你根据它默认给你的这些技术指标，你还能稍微看出来一点端倪。但是最近牛熊市都不算的行情，就算你有一点技术基础，都不一定能预测的对。所以你要指望在分时间15分钟预测比特币的一个短期波动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开高杠杆的就是将自己的仓位置于无法预测的环境下，这是极其不聪明的行为。这一点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啊！强哥一直建议仓位管理郑重又慎重，一定不能全仓，把我们自己的仓位分成10等份也好，20等份也好，把我们的风险降至最低。那么最后一点呢，就是节约费用，怎么使用 BNB 的折扣，如何节省在币安做交易的费用呢？我们来到币安交易所的这个页面啊，这个是币安电脑端的交易页面啊，点击中间这个普通用户 VIP 等级，这里就看到手续费和交易总览。我们往下面拉，这里看得到数据和手续费。我们把这个 BNB 的折扣一定要点亮，默认状态可能是这样没点亮的啊，我们就帮它点亮。如果我们账户上面有 BNB， 那我们就可以享受 25% 的一个折扣，也就是挂单方跟持单方都是同样的一个优惠，享受 25% 的一个，这也会为我们省下一大笔的一个交易手续费啊。手续费呢，它就会用 BNB 来给你支付。那么优本位合约里面也有 10% 的一个 BNB 的折扣啊。如果要做现货交易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在现货里面放一点 BNB， 或者说把一点 BNB 呢划转到优本位合约账户里面。比如我们点击这个资产现货账户，点击的右边这个划转，我们要从这个现货账户里面转到优本位合约里面， BNB 划转到我们的优本位合约，点击最大，点击划转。如果我们没有 BNB， 可以去充值一点 BNB， 直接从这里划转就可以了啊，划转到我们优本位合约账户里面去就 OK 了。那我们从这个现货账户呢转悠到优本位合约账户，转账成功过后呢，我们合约账户里面就有了这个 BNB， 那么你就能够使用这个 BNB 来帮你抵扣手续费了。如果小伙伴们还有更大程度想节省手续费呢，可以点击强哥任意一个视频下方简介的连接啊，点击更多，第一个就是币安交易所，直接会去到我们币安交易所的一个注册页面啊，再填上我们的一个邀请码 TBNL8Q68。重要的事情说3遍啊，填了这个邀请码过后呢，你就会额外享受 20% 的一个交易返佣手续费，加上我们的 BNB 的一个折扣 25%， 就相当于为我们节省了 45% 的一个交易返佣手续费啊。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！你想一下，为我们节省了多少费用，对吧？你交易一次 45%， 交易2次，交易3次，交易10次，交易100次了，对不对？相当于给我们开源节流啊！一定要记得填写邀请码 TBNL8Q68， 那么我们就会永远享受啊！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！如果本视频对您有所帮助，请伸出你们的发财小手，点个赞，加个订阅哦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